你在一张床上发短信跟别人称老婆，而且你还怀着孕，这女人就在楼上，她在楼下跟另外一女的抱着，你好歹走远点吧，她在楼下她就能抱着，你说她付出过真心吗？这样的人大概是非常非常可怕的，所以我是断然反对你跟这种人在一起。当然你也有你的问题，比如说刚才曲总说的种种问题，但我始终认为这些问题虽然有你们之间主要的原因，但不能够成为一个男人狼心狗肺的借口。视频中这个姑娘名叫小慧，那么在她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，竟让涂磊当场直呼她的男友狼心狗肺呢？有一天晚上半夜了，有人打电话给她，她接个电话之后，她就下楼，她就要去买冰淇淋，因为本身半夜出去买东西就已经很不正常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她下去了半个小时都没回来，我下楼找她，发现她和她前女友抱在一起了，你知道吗？你不是跟我说你俩都不联系了吗？什么误会呀？你跟我解释什么了？你们两个都抱在一起了，我都亲眼看见了，还解释什么呀？说到男友与对不起，真的，我请你原谅我。我知道我以前做了挺多对不起的事。你错什么了？我因为他失去了一个孩子，我怀孕怀了2个月了，他和他前女友背着我和好了，真的知道吗？错了。你对得起我吗？你对得起咱们的孩子吗？我知道我对不起你，请你原谅我好不好？听着男友现在迟来的道歉求原谅，小慧只觉得讽刺，便直接打断他，说出了自己的态度。我根本就原谅不了你了，现在孩子已经没有了。真的，我那时候真不懂事儿。你不懂事儿，什么都想。我当时这边为你怀着孩子，然后你那边跟你前女友和好，你告诉我你不懂事儿。我跟你说的很清楚，我不希望你再来打扰我了，我现在已经不想再看见你了。当场帮他们捋了捋，大致的意思我听懂了，就是你们俩谈恋爱的时候，大概还有一个女生，那个女生是你的前女友，大概有一些纠葛，是吧？对，这样就导致了她怀孕之后孩子没有了，是这意思吧？对。理清两人矛盾点后，主持人不禁问了小慧一个问题：你们俩谈恋爱有多久啊？谈恋爱3年了。3年了。他对你好吗？这3年？其实他第1年的时候对我也挺好的。说到与男友刚在一起时的时光，小慧的脸上表情有了些许的缓和，但随即在想起男友后来的所作所为，她直接怒火上头，忍不住当场向主持人控诉起来。我们2个第2年的时候，他有一次从老家回来之后，他就和他前女友就再联系了，那是在12年的时候，现在已经14年了，他们2个就背着我还和好了，那时候我还怀着他的孩子呢。两人相恋才不到3年时间，男友竟然有2年时间都还跟前女友搅和在一起。小慧的这番话可谓是再度让现场观众愣了起来。按理说当时2人还谈着恋爱，男友是怎么跟前任复合的呢？更让人好奇的是，小慧究竟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些事的呢？如果知道的早的话，那为何还会有后面的2年呢？看着全场都很是不解，小慧便当场将事情始末娓娓道了出来。第一次联系就是在12年的时候，那时候大概是8月份吧，他从老家回来，他那段时间就总打电话总发信息嘛，然后我还就是跟他开玩笑，我说那个你现在挺忙啊，业务也挺忙，然后他就当时在我眼前晃了一下，你知道吗？晃了一下，然后特别凑巧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感觉就是手机在我眼前晃了一下，因为我不是问他在干嘛，是给谁发信息嘛，然后我就看见他上面写着老婆谢谢你的支持，然后我爱你，就是跟着他的前女友是吧？而做错事的人总能找到借口，这不听到女友提到这事，阿峰当场忙不迭地替自己辩解起来。那时候压力太大了。压力大什么呀？在哈尔滨买房子，咱们俩当时就定好在哈尔滨的，不是吗？但是现实一点不行吗？咱俩这是你背着我和你前女友联系的理由吗？我知道这不是，但是那时候我压力多大？你压力大，你没有学，这是你。看着男友竟还往自己身上泼起了脏水，小慧是气不打一处来，直接跟男友对峙起来。你的问题好不好？你说你没有学历，男人我有自尊心，好工作你找不了，
了，你去工地什么的你就不去干啊，让你自己干点买卖，然后你自己这个不明白那个不明白的，你一个大男的你自己养活不起，还能养活能养活我个孩子吗？你也不至于那么说我吧，我是一个男人，我这么说你，好吗？咱们这几年是不是后来一直都是我在工作？是不是家里大部分的钱都是由我来挣的呀？是我知道，你为我们这个家。对，但只是一开始，咱们俩结婚以后，结婚现在都已经这个局面，你还跟我谈结婚，孩子都已经没有了，你在想什么呢？不对，你对得起我们吗？你根本就不是人，你知道吗？看到小慧对这件事的反应这么大，主持人不禁好奇起，两人最终是怎么解决的这件事？来，姑娘，我接着听听好不好？这是你就在2012年的8月份发现他跟他的前女友还有联系，是吧？对。那接着你做了什么？你警告他没有啊？当然是警告他了，因为那是毕竟是第一次发现了嘛。啊。然后他之前对我其实说实话也挺好的，所以我就原谅他了，因为我毕竟觉得是第一次。然后之后我们就一直很好，就还是这样。原来当初在男友出轨前女友后，看在之前的情分上，也念及男友是初犯的前提下，小慧选择原谅了男友，这才又有了后面的2年。想到男友后来的无耻行为，小慧是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的委屈，便当场向主持人接着控诉起来。然后直到我去年夏天有一天晚上半夜了，有人打电话给他，他接个电话之后，他就下楼，他就要去买冰淇淋，因为本身半夜出去买东西就已经很不正常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他下去了半个小时都没回来，我下楼找他，发现他和他前女友抱在一起了，你知道吗？你不是跟我说你俩都不联系了吗？什么误会啊？你跟我解释什么了？你们两个都抱在一起了，我都亲眼看见了，还解释什么呀？不得不说，阿峰这人呢，还真是应了那句老话，狗改不了吃屎。这才短短的几个月，他便又跟前女友暧昧了起来。然而听到女友说这事，他竟还矢口否认起来。那次我就为了跟他说明白，以后不再联系了。那次你也看见了，是我跟他说明白，他自己坐车走了。你要是没和他联系的话，他怎么能找到咱们家楼下？他怎么给你打个电话？你怎么接的？你怎么下的楼？是我告诉他过来找我的，就是为了跟他说明白，因为打电话说的比较含糊。这理由找的也未免太过蹩脚了些。如果彻底从上次就断了联系的话，又哪里需要这次的解释呢？听到这，见阿峰还在找着各种理由狡辩，主持人都有点听不下去，便当场质问起他：“哥们儿，你说明白什么呀？我就想跟他不再联系了。以后哦，那也就是说，从2012年的8月到2013年的这个夏天，这1年多，你们一直在保持联系，是吧？算是吧。你当时怎么跟我发的誓？怎么跟我说的呀？怎么还会抱在一起了呢？就是那次，因为他哭的比较难过嘛，因为一个女生，我最近他难过你就去抱着他去。我就是为了安慰他，毕竟你安慰他，你怎么不安慰我呢？因为我不想跟他再接触了。以后我已经让他回老家了。不想接触了，他不也来找你来了吗？嗨，对于这种死不承认的人，你还真拿他没辙。但这个事估计在场人都明白这其中意思，因此也就更加好奇这件事后两人是怎么又和好的呢？后来呢，姑娘？今年本来过年的时候那阵，我们就是已经就是家里面在谈联系，就这事儿你都原谅他了是吧？因为他就是也是就又求我呀，又怎么样的？毕竟女孩子。原来这件事后。他背着我怀孕2个月的时候，他背着我复合了。你说这事谁能忍呢？对得起谁呀？你说你是人吗？在女友怀孕期间跟前任复了合，这是什么操作？
对此，主持人也是一脸的不解。他跟你说我们俩复合了是吧？不是他说的，是我发现的。那你怎么发现他复合的这个？就是有一天我就下班挺晚的，然后我就把电话落单位了。当时我着急上微信，然后我就用他手机上一下。退出的时候，他那个上面显示的不是我知道的那个号，他背着我建了一个号之后，用那个微信号加了他前女友。你知道上面都说些什么吗？我和孩子是他的累赘，说我们两个妨碍他们在一起。然后说把我们这边解决完了之后，然后他就回去跟他好好过。你说这是人话吗？我这边给你怀着孩子，然后你那边你跟你前女友说回去要好好过，你拿我当什么了呀？提出来是他吗？因为当时我问他，我说要我还是要他前女友，他说他就不吱声。然后我就问他，我和孩子是他的累赘吗？他也不吱声。那不就是默认了吗？然后他就跟他前女友回老家了，然后就我自己在哈尔滨，我自己有一点，当时你拍拍屁股你就走了，你知道我有多不舍不得这个孩子吧？你知道我多想留住他吧？其实咱们就是因为你和你前女友，咱们两个就是因为你们两个和好了，所以我的孩子才我没有。想到那个孩。对任何人真正付出过真心，前男友、前女友的事儿，尤其是前女友的事儿，我在这做了4年，看得太多了。但这一次是最遭恨，跟你在一张床上发短信跟别人称老婆，而且你还怀着孕。这女人就在楼上，她在楼下跟另外一女的抱着，你好歹走远点吧，她在楼下她就能抱着。你说她付出过真心吗？不可能付出过真心。她到今天到这儿来，她都不是诚心，她是个有奶便是娘的家伙。就是什么时候我要什么，你能给我什么，你就是我老婆。在家里我受到伤害的时候，我需要男人的自尊，你能给我自尊，你是我老婆啊。我在家乡的时候，我发现虽然你能够跟我同甘共苦，但是你的想法跟我不一样。我要创业，你不能跟我一起创业，你不是我老婆，那个才是我老婆。谁能满足我，谁就是我老婆。这样的人大概是非常非常可怕。不光是我爱你能随便说，对不起我也能随便说，管他是对谁说，只要对我有利，这是所以我是断然反对你跟这种人在一起。正如对不起，我还求你原谅我。以前的种种，你想想，很早以前，咱们两个刚认识的时候，你不要因为我做错1、2件事而否认我们。我们的父母，你的父母，我的父母，我们之间的关系，你仔细想一想，你能舍得下吗？哎呦。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视频的